在中国周边，美国试图打造一个围堵竞争舞台，未料中国一招釜底抽薪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面对美国霸权，中国将如何突破美国战略围堵呢？在已经过去的2022年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正在一步步展开。例如，科技打压、贸易排挤、军事挑衅、舆论攻击等等，这些针对中国发起的遏制手段，令中美之间形成不同种类的对抗战场。首先必须指出的是，这些所谓的战场不是中国挑起的，而是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权的地位，对中国开启了一场蓄谋已久的竞争大战。华盛顿为了达到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，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，对中国进行全方位、无死角的恶意攻击。在美国心中，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。中国脱贫壮举原本是件值得全世界赞赏的事，但个别美国媒体却戴上有色眼镜，对中国脱贫成绩说三道四。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原本是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引擎，但美国决策者却对该倡议感到焦虑，认为中国是在同美国争夺地缘政治的影响力。中国疫情防控取得巨大成功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以学习的经验。美国这时又跑出来指指点点，凡此种种，美国总是能找到理由诋毁中国。可以说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崛起，也是卯足了劲儿。不过，这也看出美国口口声声说不寻求与中国新冷战，但实际上却处处充满着冷战思维。就拿去年来说，拜登先是在5月初的美国东盟峰会上，对东盟10国以1.5亿美元财政扶持的承诺，拉拢东盟一致对抗中国。说到直白一点，就是要通过东盟来阻断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紧接着，在5月下旬，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宣布成立，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。到了6月，在7国集团峰会上，美国又憋出了一个大招，抛出所谓全球基建计划，以此跟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相抗衡，同时还马不停蹄地开启环太平洋军事演习，协同26国在亚太耀武扬威，构筑对华战略围堵圈。7月通过涉及28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，加强同中国竞争的产业技术优势，同时竭尽全力把高新技术设施从中国手中排除。8月，美国高官佩洛西执意串台，阻碍中国统一大业。9月，首届美国太平洋峰会召开，拜登试图用8.6亿美元把太平洋岛国打造成同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。10月，美政府一口气拉黑31家中国企业和机构，把他们列入美国所谓的未经核验名单，以此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。11月，东盟峰会拉开序幕，拜登宣布与东盟关系更上一层楼，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为表示诚意，还送上了一份8.5亿美元的见面礼，妄图增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短板，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在中国周边建立反华阵营。12月，拜登紧急召开了一场美非领导人峰会，以帮助非洲发展经济建设为幌子，理解中国和非洲的关系。从美国的这些行动中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，美国正在通过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，在中国的周边打造一个竞争的舞台。不过，中国不会坐以待毙，用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反击措施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几十年，和美元难以被取代的世界货币地位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，突破美国霸权围堵的最直接的方式，就是推动去美元化进程。因此，中国如今主动出击，在国际贸易领域推动本币结算。目前已经有包括俄罗斯、伊朗、印度等国家加入其中。只要启用美元交易的国家越来越多，美国霸权最终也将随之一起被世界抛弃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